那场手术之后，我以为自己会变得更弱，但想到他，我告诉自己，如果他可以熬过来，为什么我不行？从那一刻开始，我重新学会怎么生活。手术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很多小事情已经开始慢慢改变了。现在我早上7点多就爬起来了。个人现在已经开始喜欢吃上橄榄油了，特别是配上那个 avocado， 就再配上吃这个燕麦，这样子就很满足，很开心。对了，这个点东西我必须分享的，还蛮细心、还蛮贴心的东西，就是当我生病的时候，刚好是农历新年，那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的就是结婚的朋友或者是长辈都会给那些单身的还没结婚的红包，就很多单身的朋友特别的给我红包，然后我接过那红包，心里面就有莫名的感动，因为红包就等于是一种祝福，收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动，对，因为我觉得满满的祝福让我觉得很感动，你们就给了我这么多的祝福，用这种形式来告诉我说我在祝福你一定要健健康康哦，我觉得这点真的很感动。这些红包我都收起来了，原封不动的放在那边，主要是提醒我自己，我一定要身体健康，我很多的祝福，所以这点，感动，谢谢我的朋友们。对，我还有另外一个领悟，对，这个领悟是很重要的。我以前吃东西是超快的，狼吞虎咽，现在我会吃得很慢了。对，这是我不知不觉改变的东西耶。哎呀，真的还蛮不错嘛，这个习惯。现在带你们来到这个地方，算是我一个重生的地方吧。手术之后的第2个星期开始，我就开始来这边慢慢走路。这里是一个很漂亮，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疗愈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医生就和我说，不能跑，只可以走，叫我运动，就每天走路1大圈就是2个公里，所以我每次都会走个3圈，就是大概会走1万步路左右吧，就累积一整天的1万步路。那这个对以前的我来说呢，其实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就很难接受的事情，因为以前的我就能跑就跑，然后能快就快，只有我一个人在走，然后每个人都跑。那时候才明白，这些事情真的急不来。就我一跑，我就会受伤了，没错。身体恢复就是这样子吧。那人生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子。每天在这边走1万步路，真的是在训练我的耐性，这改变我很多哎。自从生病之后，我就发现到，其实我变得很有耐性了。就一边走路，头脑想的东西就会更加的清晰吧。我很喜欢在这边走路的感觉，就是这条路疗愈了我。没错，我来这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里大自然的声音。大家听到我后面的这个鸟叫声、虫叫声，我觉得这一刻都很安静，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很舒服。在这边我最常遇到的就是很多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就是中学同学啊、小学同学，甚至是一些萍水相逢的朋友。大部分的朋友都知道我这病情的事情了。每个人见到我第一句话就会问我：怎样？你身体还好吗？恢复的怎么样？其实这些很简单的"你好吗"，真的都很容易打动一个正在生病的人的心里面，就让他们感受到一种温暖吧。这边突然间想起我很想说的一些话，就是在生病的期间，家人呢、跟好朋友都会用他们的方式去爱我，用他们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爱我。像我的好朋友，他不在这边，他选择的方式是在他常去的庙宇，拿了我的生辰八字点灯祈福，这很感动。家人，你为我
到处去烧香拜佛，然后很多基督徒的朋友们都在为我祷告，特别是我每次开我的 IG 跟 WhatsApp 的时候，都是满满的祷告，然后甚至是我的马来同事、马来员工，他们也会用他们的方法为我祈祷，这点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每个人用他的方式来爱我。信仰的形式可以不一样，但是背后那份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健康好起来的那份心意，还有那颗心，都是一样的，都是相通的。那说到在我生病期间，我觉得在我后面最大的动力，就是一直在默默支持我的人。她就是我母亲。她已经离开我5年了，她离开我们家人5年了。她以前生病，然后就洗肾坚持了10多年。每次陪她去洗肾的时候，我都觉得她很厉害。那个针每次扎进她的手里面，她都很像不会痛，但是我知道很痛。就我在病房的时候，每一个针扎下去我都觉得很痛，但是她需要每次洗肾的时候就每次都要扎针，所以我觉得她真的很厉害，她很坚强。这一点是我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闪烁的画面，就想说，她真的很坚强，她为了我们家人，可能需要想看我成家立业吧，她就一直坚持了10多年，然后这一点的坚强，其实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扎根。在我动手术的时候，在我知道我自己得病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一直想着她10多年，她很辛苦，她都熬过，为什么我不能熬过？我知道在天上一定会一直在默默的保护我吧，一定会想要我康复，一定要我坚强起来，一定要我渡过难关。就是有他这样的精神，让我撑下去。当推进手术室的那时刻，还有每一个晚上，我都会想起他，都会想起他那么慈祥、那么坚强、那么厉害的妈妈。这就是改变我的另外一种动力。那我一直非常相信一件事情，他虽然离开了，他只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去保护我。他不能现在在我的面前保护我，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在天上，还是在哪里某处守护着我，守护着我们家人。那我没有什么理由不坚强，对不对？一个隐形的妈妈，就离开我5年的妈妈，但一直在我心里面的妈妈。对，我一直都很想她。生病之前，我都会1个星期做个5天的高强度运动。就自从生病了之后，我就开始慢慢发现，高强度的运动就偶尔做一下就好了，慢慢让身体慢慢恢复。这点对于我这个刚刚做完大手术的人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也做得非常的激烈。就我每次来的时候，我都会去好好的了解自己的身体今天能够做到什么。很多的动作不能强求自己去做，因为知道自己身体不一定能够跟得上我自己想要的。那以前我做一些比较高强度的运动，以成绩为主，就是要冲得更快，要拿得更重，这些都是我之前的想法。那生病之后，现在比较想看自己的身体能够做什么。相比上个星期进步了什么，并不是成绩的进步、重量的进步，而是自己身体去怎样去面对、适应这个整个新的身体。现在去做运动啦。那通常做运动呢，我会和我的旅伴小姐一起去做运动。她就是我健身的伙伴啦，她就会督促我今天是不是做太多。有时候我真的是会做太多。刚刚完成了
40个 burpees， 还要跑了4圈，开始流点汗，现在休息个2分钟，然后再继续。我的汗都流很多了，现在做 row weight 呀，我也蛮喜欢这动作。现在我比较听话了，就不会把自己逼得太累，就刚刚好就好了。做完了，对。很有满足感。那现在做运动就是跟身体说，今天我们可以再合作一点点嘞，今天身体再强壮了一点，就可以做更多了。那这是另外一种成就感吧，就是和新的身体一起合作，对，一起做运动，那感觉还蛮不错的，就慢慢的一起进步。身体说，接下来需要更努力，对，更强壮一点点。身体这些汗都是值得的，对，满满的汗。全身都湿透透了，开心，完成了今天的任务，现在我来看日落，对，这里是沙巴看日落一个很好看的地方。那我以前很少会待在一个地方待很久，现在反而发呆变成我是一个很常有的动作。觉得有很大可能性是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我很多时候都在发呆。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到，其实发呆对我来说其实还蛮解压的。我还不知不觉爱上了发呆这件事情，就是基本上现在。我可以一边看海，然后发呆，更容易沉思进入某一个空间。我觉得出院之后到现在为止，反而这变成我一个习惯，小习惯，就是会不知不觉发呆。那我其实觉得这点真的还蛮不错的，就偶尔留下时间，就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发呆。就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去发个呆，不需要想什么。我觉得这样子反而让自己的思绪可能更加的清静，爱上发呆是一个好事。原来生病改变的不只是身体，它也让我重新学会怎么生活，怎么珍惜，怎么慢下来。我会带着这个新的身体重新出发。慢慢恢复，慢慢变强，也慢慢去看看这个世界。如果你想陪我一起去看看接下来的风景，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下一站是手术后的第一趟旅程——香港。如果你还不知道这段故事是怎么开始的，上一支影片记录了我从发现确诊到手术的整个过程。谢谢你看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